擅长捉弄人的高木同学原作是咋完结的啊？对，这个系列我已经是已经做了第3个视频了。23年的时候我就说过了，由山本从一郎老师所做的本片漫画已经于2023年就正式完结了，但是由岛叶光石老师接手于2017年所连载的关于西片和高木两人结婚后有孩子的故事，其实一直连载到了2024年的8月才正式完结。该作一直是在小学馆的网络漫画网站 Manga One 上以周更的形式连载，一共出了314话的内容，共发行了23卷单行本。原高木同学的主线故事内容大致讲述的是长大后的高木与自己5岁的女儿小千以及自己的老公西片各种家庭互动与小千成长的故事。当然此时高木因为嫁给了西片，所以现在叫西片太太了，而原作男主西片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初中体育老师，但比起小的时候，现在的西片更像一个妻管严。他上班的时候只要老婆发个短信啊，他就回家跪着了。但是西片好面子的状态依旧保留着，西片时刻都想着在自己的女儿面前想展现一下爸爸的威严，甚至还想着在捉弄人方面赢过高木一次，但这个尊严是基本展现不了一点，最后都会被高木耍得团团转。好在小千这个小棉袄是真的给面子，每次都能暖到西片的心。另一方面，小千完美的继承了爸爸的好胜心，动不动也想要挑战一下自己妈妈的权威，但最后基本上都是自食恶果，被妈妈轻松拿捏。所以这个家里面谁的地位最高，一目了然呐。同时漫画中时不时还会穿插一些西片和高木上初中时两个人互相捉弄的回忆，那狗粮撒的哎呦齁甜呐，尤其是西片都老夫老妻了啊，你脸红个屁呀。同时该作里面还讲述了曾经在本片中出现过的一些配角长大后的故事，比如女团3人组中粗眉毛的日日野美奈后来成了小千他们幼儿园的老师，还生了3个孩子啊，真够能生的。眼镜妹天川由佳里则在这个续片里面正好处在跟男友结婚的时期，但因为婚前恐惧症，由佳里时不时就会约上其他的闺蜜来看看高木西片他们这对模范夫妻，来给自己心里打点气。扑克脸的月本早苗则是成为了一个作家，天天在家里赶稿子。原作中咪咪眼男和双马尾的那对情侣其实此时也结婚了，并且咪咪眼男还成为了西片的同事，做起了初中数学老师。本作除了这些人的故事之外，在单行本的第7卷的时候，女儿小千在公园里还认识了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叫大代。起初大代十分的高冷，生人勿近，连小千主动邀约一起玩，大代都无动于衷，只表示自己是来等妈妈回家的。但是在高木的耐心教导之下，小千跑去以要跟大代比试为由，硬是拖着大代比起了掰手腕。其实这个项目小千一点都不占优势，但是小千完美的继承了他爸又菜又爱玩的性格，完美的输给了大代。但打这之后，大代也变得开始不再那么的高冷，也记住了小千这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小女孩。后来在故事中，小千好几次在公园里都遇到过大代，并且像之前一样，两人为比赛的事情玩了起来。只不过小千从来没赢过大代，但似乎小千好像只记住了好吃的和游戏，没赢过这件事的本身。在本作的第100话特别篇中提到了小千上初中时再次与大代相逢，但小千似乎已经不记得大代的事情了。其实在漫画的倒数第2卷里面才回收了这个伏笔，原来小千快上小学的半年前，在夏日祭的时候，小千再次遇到了大代，但是大代不知道为什么非要逃走，于是这一次小千赢过了大代，成功的在跑步追击中追上了大代，并且两人在西片和高木曾告白的那个山坡上，大代告诉了小千自己马上要搬家的事情，但是大代告诉小千他未来一定会回来的，所以他叫小千不要忘记自己，并且大代还向小千告了白，但小千认为这是朋友间的约定，于是小千便答应了大代一定不会忘记对方，然后果不其然忘记得干干净净，毕竟这中间至少隔了7年之久呢。但是大代却依旧记得小千，而跟大代一起在同一个班的小学女同学主动来找大代搭话时，大代却表示自己根本就不记得对方是谁了。酸的这个小学女同学说，大代应该是只记得自己喜欢的人嘛，可见小千当初是怎么把人家的心给撩走的。而漫画打大代这个角色出场之后，几乎每卷单行本的最后1话都会讲述小千上了初中以后，小千跟妈妈高木2个人因为小千情窦初开，总是想到学校里大代的事情而产生的各种有趣的互动，所以妈妈各种吃女儿的感情瓜，而女儿又完美继承爸爸西片的迟钝，猜不透大代是不是喜欢自己。但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你们就看一看高木跟西片平时在家的这些表现，这肯定搞得小千对亲密接触脱敏了呀。其实高木教过小千不少撩男人的技巧奈何基因的强大，小千完美的继承了爸爸的害羞体质，导致小千总是落于下风，成功被撩的不要不要的。但从一些桥段上来讲，大代会喜欢上小千，其实是大 boss 高木在
背后拿捏所致啊。而本作最后演到小千上了小学，生活发生了改变，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后，这部擅长捉弄人的原高木同学的故事便正式的迎来了尾声。但是别急，还没有完。后来岛叶光史在23年11月份的时候又出了一个叫擅长捉弄人的西片同学，讲的就是小千初中的时候跟大代两人的感情故事啊。不过剧情不长，在2024年8月就正式完结了，一共就出了10话的内容，讲了不少小千跟大代初中的时候各种撩拨的故事。虽然小千学了不少他妈妈教的套路啊，但是实施的时候总是演技拙劣，最后反被大代撩得面红耳赤。而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又是夏日记的时候，小千其实想起了幼儿园时候的记忆，并在熟悉的坡道找到了等在这里的大代。本来小千以为大代跟自己一样已经忘记了小时候的约定，所以小千想保持着朋友之间的距离。但是放完烟花后，小千情不自禁的还是选择了跟大代牵手一起回去，表明了自己的心意，是喜欢大代的，只不过没有明说。所以后来放假结束上学的时候，小千上学的途中再次与大代相遇。此时两人跟西片和高木当初初中时候的关系一模一样，一起上下学。但是小千以比赛为由，说看谁先跑到学校，输的人就要报出自己喜欢的人到底是谁。而最终两个人是同时跑到了学校，导致小千的小算盘再一次破产了。不过此时大代却告诉小千说，希望明年的夏日季两个人还能一起牵手去逛一逛，这就暗示了其实两个人内心双向奔赴的。但此时小千却害羞的说，要以不是恋爱感情方面的那种交际才可以。就这样，小千在口是心非的状态下跟大代约好了未来的行程，而故事到这里也正式的落下了帷幕。综上就是擅长捉弄人的原高木同学的原作大致完结及后续的故事内容啊。各位觉得这样的故事如何呢？你还想看哪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点赞越多更新越快，望大家多多点赞，多多支持。